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创业亲子训练营的第14讲。我们上一讲给大家讲了这个创业之道、创业之法、创业之术，我们这一讲要开始给大家讲创业之器。器就是工具，可以直接用的。我们后面的课程会非常的落地，会非常的有效，马上拿到企业就能用啊。那么我们的经营金字塔外边我们已经大概讲完了，从这个使命啊到领袖团队，然后到组织都给大家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内部了，内部的就是经营之器。经营之器的第一塔叫做现金流。什么叫现金流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上周老师财商之道的品牌课，或者上周老师的财商亲子训练营。比如说，这是一个现金流量表，这是收入表，这是支出表，这是资产表，这是负债表。那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是5000块钱一个月，这个人的支出是3000块钱一个月，我想问你的问题是，这个人的月现金流是多少钱一个月？很多人会说5000呀，你知道吗？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呢，他的企业大概呢每一年的营业额是2个多亿左右，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挺有钱，然后就投了一个项目啊，他就直接投了将近1点多个亿，结果这个项目到一半以后，他发现他资金链断了，企业破产了。有人说老师他一年做2个多亿营业额，他怎么就1点多亿资金链就断了呢？因为这2个多亿是营业额，并不是他的现金流。他的现金流是多少呢？不好意思，他每个月的这个营业额减去他公司的成本，等于他公司的毛利，他公司的毛利一年最多不到1000多万，这还是毛利，还不是净利。所以说他公司的现金流一年只有1000多万，他一下拿了1个多亿去投资，一下就败掉了。你们记住，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啊，我说过啊，企业的灭亡方式啊，一做出了超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事儿；2格局境界太低太小。啊，不能容人，对不对？没有这个格局跟境界愿意分享。3是什么呢？就是现金流断了。现金流就像人的血液一样，是不能断的。写上，现金流必须要流入大于流出。啊，流入快于流出。什么叫现金流？写上，收入减支出等于现金流。所以必须要看懂财务报表，老板必须看懂3张财务报表：收入支出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建议你们一定要上周老师的财商亲子训练营，要不就上周老师线下的财商之道，要不然的话你是看不懂的。啊，现金流非常非常的重要，现金流是企业的命脉。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们培训行业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一年也做3、4个亿、4、5个亿啊。但是他的习惯就是每一年就把钱分干了，每一年把钱全部分出去，分给员工，分给股东，啊，很多人说老师他不有格局有经验吗？不挺好的吗？不好意思，这个企业不到3年倒闭了，因为碰到疫情了。在座各位，你们一定要明白，做企业那个企业就像孩子一样，是要养的，每一年就把企业业绩就分完了，那个利润就分完了，这是不对的。还有。我们作为培训行业，我们客户报了课程还没有来上课，这个其实不能叫企业的收入，你知道吗？这不能叫企业的收入，只有他上完课交付完了才能叫做企业的收入。所以说，但是这普通的培训行业老师哪懂这个呀？那收了钱就是我的就分啊，分到最后一个疫情啊，然后企业就破产了。这种事儿比比皆是，每天都在发生，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财商。他们不懂财商，他们根本不懂现金流的对企业的重要性。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年也会给股东发分红，但是我们每一年都会预留40%左右在公司账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预留？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是不确定性的呀。个人也是一样啊，很多人赚到钱以后啊，吃喝买名表买名车，结果生产重病不能工作了，然后或者企业破产了，或者碰到金融危机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这就是因为不懂财商的下场，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这个现金流，永远要留充足的子弹。不管是对于你个人来讲啊，我送你们一句话吧，如果你是个人，我送你一句话，就你要给自己准备一笔钱，这笔钱是永远不能动的，这笔钱是救命的。当然了，如果你学会财商，你能给自己买个100万医疗的保单
对吧？或者一个重疾险，或者一个意外险的保单，那更好，那就不用准备太多钱了，对不对？正常来讲，每一个人必须要准备个几十万，对吧？这几十万是应急的，万一家里有人生病了呢？但是如果你有财商，你在家里都年轻的时候，每年只需要花个几百块钱就给家里把全个保险买完了，那就不怕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生病以后，对吧？反正保险公司都赔。但是你没有财商，你不懂，很多人就因为一生病，整个家全坍塌了。这是我给个人的建议。我给公司的建议是什么呢？那就是公司账上必须要留充足的现金流。你要给自己留，因为会有很多的突发事件的，未来是不确定性的，我们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现金流，比现金流再高一个维度的叫什么呢？叫沟通。写上沟通。企业本质上就是沟通，就是沟通。对外的沟通叫营销，对内的沟通叫管理。所以一个老板如果不懂营销，产品就卖不出去；一个老板如果不懂管理，那内部就乱七八糟。什么是沟通呢？举个例子啊，这个就跟你们的公司组织架构有关系了啊。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系统，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 CEO 啊，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脚啊，就是我们的士兵，就是我们的一线人员。想象一下，你今天一不小心去你们家锅水开了，你要把锅端下煤气灶，结果你的手碰到锅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个苍天，这个温度很高很烫。来这的各位，你的手的神经会立刻告诉胳膊，你的胳膊会立刻告诉大脑，这个很烫，大脑就马上就会下令让你的这个手收回，你知道吗？就沟通非常顺畅。那一般能不能烫着呢？一般烫不着，那手一摸就升回来了，因为它的沟通是如此的顺畅。这不是一种本能，它是一种很有效的沟通。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沟通不畅你的手摸到锅了，很烫了，那个手跟胳膊说：“胳膊，你赶快跟大脑说，让我抽离吧，太烫了。”胳膊说：“你等会儿，我考虑一下。”然后胳膊考虑完以后，行，我跟大脑说一下。跟大脑说完以后，大脑说：“等会儿我也考虑一下。”手都糊了，知道吧？我们传统企业为什么说企业大了以后就会生病，叫大企业病呢？大企业病的核心4个字叫沟通不畅。啥叫沟通不畅呢？沟通不畅是啥感觉呢？就是便秘的感觉就便秘，就便秘的感觉举个例子，这个柯达曾经是相机里面最顶级的企业，世界500强。他们曾经有一个员工，很多人都说：“哎呀，柯达倒闭是因为被数码相机打败了。”我想告诉你的秘密就是，你知道数码相机谁发明的吗？是柯达工程师发明的。柯达工程师在1970、80年代就已经发明了数字照相机技术。当这个工程师把这个技术给到他公司的主管的时候，他主管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什么逼玩意儿啊！你好好研究胶卷。他没有往上报，你知道吗？结果这个工程师很生气，后来呢就离开了公司。离开了公司以后呢，他就偶尔之间给别人讲出了他的这个发明的这个技术，然后别人就觉得，哎，这东西好，就开始发展了。当别人发展开始已经做数码相机的时候，柯达公司才发现这是自己公司实验室曾经发明的项目。而在这个时候，柯达依然是可以马上宣布不做胶卷，只做数码相机，照样可以成功。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高管们探讨在想什么问题吗？在想他们面对变化是恐惧的。他们做了这个几十年、上百年的胶卷了，突然做数码，他就觉得没有技术含量做这干啥呀？再说仓库有那么多的这个胶卷，那如果都做数码了，那胶卷卖给谁呢？然后内部探讨，到最后决定把这个内部的部门关掉。所以在座的各位，柯达是被谁打败的？是被自己活活弄死的。所以大公司就大企业病臃肿不堪不能做到市场第一线的信息马上让老板有个回馈。因为老板对吧？他这做到老板以后，他慢慢离市场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以后，企业越做越大，老板离市场越来越远，他对市场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低。我给你们举个案例我们培训行业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曾经是我们行业第1名。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的课程为什么那么落地？你知道吗？我经常会去我的客户的公司，我经常会去我客户的家里，我经常会跟我客户在一起吃饭。他们当下企业家需要什么，他知道，所以他开发了一系列能够最适合当下民营企业需要的课程。但是到后期以后，当他一年从几个亿做到几十个亿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是神了。”
就不希望跟客户沟通了。客户给他交300万、500万，也不能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搞神秘了，你知道吧？包括周老师也给人家交了好几百万的学费，你跟别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上完课走了，没有电话号码。这就是很多咱们的这个学生就不知道珍惜。财商导师班就能加到周老师的微信，周老师亲自辅导，你随时给我发信息啊！很多人还觉得咱们这还不懂得感恩。你去中国培训行业、世界培训行业。你去不要花个几十万，你花个几百万报一个像周老师这个层级的老师的课，你看有没有老师搭理你吧？没有。那请问我为什么要搭理他们呢？一，我一定要爱客户，这是不用说了。二，那就是因为接触他们，我的课程才能够跟上这个市场的节奏。你以为周老师只是接触那些给我交了费的学员吗？不，我每一次公开课都会请冠军组吃饭。我在请冠军组吃饭的时候，有些他啥课都没有报啊，我反而是碰到那些报了课的，我会跟他讲，我说你们的问题啊，先不用问，好吧？等到咱们第2天财商导师班密训的时候，你们再问，把机会留给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这辈子只有一次见我的机会。他们说行，我就开始1对1的辅导那些没有报我课的学员，每一次都是这样。有人就不明白这是为啥了。一，确实我想帮他们，因为确实他们现在没有钱进来，可能周老师给他们的一个辅导会影响他们一辈子。二，如果你光跟那些认可你的人在一起，你生命当中只有溜须拍马的人在跟你讲你有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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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飘飘然了，都会被你们拍晕的，你知道吧？所以每一次周老师，每一次我们录完这个课以后，周老师都会问这节课录的怎么样啊？啊，你们就会说好，很好，没了。你说不出个所以然，对不对？那这就是不对的。所以为啥你看周老师录完课还要从你们那里面挑选4、5个人、5、6个人去我的这个办公室，还给你们采访采访，对不对？这就是周老师要亲近市场啊，亲近市场。所以这个习惯周老师做了多少年呢？11年，到现在为止，到这个咖位了，还在接触一线市场，还在回粉丝的留言私信啊，还在跟一线的这个最普通的业务员有沟通。就举个例子吧，当年我在房地产公司上班，我们房地产公司的营业额做的还没有咱们现在的公司大，请问我们普通员工能不能加到老板的微信？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资格普通的一线业务员跟总裁沟通呢？没有资格。你不要说普通业务员，总监都没有资格，不要说总监了，副总都没有资格，只跟总裁沟通，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的总裁会跟客户沟通吗？更不可能。但是我呢，我不但跟一线的客户沟通，我还跟一线的业务员沟通。在周老师的公司，所有会成人都可以加周老师的微信，随时有意见随时可以给我提，就是这样。这叫什么？只有这样，市场跟我之间的沟通是顺畅的，我才能保持我的课程永远在市场的最前沿。这个习惯周老师会养成多久呢？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90年，直到我死去。这就是周老师能够在培训行业一成绝技的原因。我还是那句话，目前整个中国培训行业做到我这个咖位的，你说刚创业的那些咱不说，做到我这个咖位还愿意跟那些不报课的学生沟通的，说实话没有；还愿意跟基层员工沟通的，说实话没有。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沟通的重要性啊。